丈夫被妻子和儿子联手杀害，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尸骸，却说自己一点都不心疼。熟悉的村民则是拍手叫好，甚至说道：“死有余辜，为民除害。”而该起案件的侦破也只能用离奇来形容。那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呢？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峰故事。2013年年初，江苏淮安淮阴区分局鱼沟派出所民警在处理户籍工作时，却发现了异常的情况。按理来说，户籍工作并不可能牵扯出命案，但没想到的是，正是万民叫好的死者被翻了出来。当时正是办理2代身份证的时间，但有一个人却是始终都没有办理，并且全辖区只有他一人没有办理，而这个人便是吴自军。于是便联系了他们村干部催促，但一直没有音讯。2013年的5月，此时距离截止换证的时间越来越近，但依然没有吴自军的身影。为了核实清楚具体的情况，民警来到了吴自军的家中。但让你想不到的是，别人是坟头草长多高，而他是家里草长多高，并且大门早已铁锈斑斑，要是半夜再来个1、2声猫叫，甚至还可以去拍《聊斋》了。而民警走访了附近村民后发现，吴自军已经有2、3年没有了踪迹，有可能是失踪了。而村民的反馈却是让民警疑惑不已，即使是失踪，那亲属为什么不报案呢？并且在民警走访的时候，村民的态度非常冷漠，而吴自军的家人和村民的态度让民警怀疑吴自军的失踪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并没有表面这么简单。但这个时候却是出现了非常多的传言，有的人说外出打工去了，有的人说已经2、3年没见他人了，还有的人说他早已经被他的儿子给杀死了。而这些传言的出现，也让吴自军多了一些神秘色彩。这扑朔迷离的背后，到底又有怎样曲折离奇的事情？吴自军真的只是简单失踪吗？还是如传言一般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这暂时不得而知。面对这些疑点，民警只能加大力度，试图找到吴自军消失的真正原因。在准备了大量的工作后，警方终于从村民的口中说出了一些情况。1966年，吴自军和妻子以及儿女住在一起。不仅如此，年迈的母亲和他的几个兄弟也都在一个村庄。但即使如此，他还是离奇地消失了。那为什么住在同村的母亲和兄弟会对他的消失不管不顾呢？据了解，吴自军就是个村霸，在村里打人骂人，那再正常不过了。不仅如此，在家里也是个忤逆子，喝点马尿下去便找不到北，连双目失明的老父亲也是嘴巴子伺候，就连80岁的老母亲也不放过，也是嘴巴子伺候。不仅如此，他老婆的右眼被他直接打瞎，眼球都被摘除，儿子的头上有密密麻麻的裂痕，也是被他打的。他的女儿则是被他打得割腕自杀了好几次。吴自军这残暴的性格，其实失踪也挺好的，至少不至于再继续祸祸家人以及村民。那么他的消失真的是被他的儿子所杀吗？为了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民警选择了暗访，明面上的走访停止，而是暗中调查吴自军妻儿的下落。不久后，警方发现吴自军的妻儿3人都在浙江南巡，但吴自军却还是了无音讯。但让人奇怪的是，吴自军虽然消失，但他家里的种地补贴却一直都有人领取，每年有几百块钱。民警调查后发现，
领取土地补贴的人是吴自军的一个亲戚，而面对民警的询问，他却是说道：“这是我哥哥委托我领取的。”但是民警问哥哥人在哪里时，得到的答案却是已经失踪了2-3年。土地领取补贴的线索并没有查询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于是民警想到了农村医疗，并且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线索。吴自军登记的电话是一个139开头的电话号码，但当民警将电话打过去时，却并不是吴自军，而是他的老婆郑青。民警同样问到吴自军的情况时，郑青则是说道：“他不在，已经失踪2年多了，现在我就是户主，管那么多干嘛？”随后便传来了挂断电话的声音。根据郑青的表现，很难从他那里得到一点有用的信息，于是警方便将注意力转移在了吴自军儿子吴飞的身上。26岁的吴飞刚大学毕业不久，在浙江南浔打工。而在之前有人传言，正是吴飞将吴自军杀害，是因为郑青和吴飞2人在家。而根据体型来分析的话，吴飞具体将吴自军杀害的能力。很快，警方便确定了吴飞的现地址以及工作所在地，并且迅速赶往了浙江。民警发现，吴飞的暂住地是一个城乡结合部，但居住的却并不是吴飞，而是浙江湖州的一对老夫妻，还带了一个孩子。不过从老夫妻口中得知，之前正是吴飞在此居住，在5月16日的时候退房，而这对老夫妻也是那个时间搬进来的。但此时的民警心中却是觉得非常巧，为什么呢？5月16日正是从老家开始调查他父亲消失原因的时候，那吴飞是不是得到什么消息之后，才选择退房躲避的？吴自军的消失难道真的和他有关吗？于是民警来到了吴飞工作的地方南方大酒店 KTV， 但让人非常失望的是，南方大酒店竟然从4月份就开始装修，早已关闭。于是警方想了一个办法，找到了吴飞的电话号码。民警找了一个警花，给吴飞的母亲郑青打了电话，说是吴飞的同学，但挺长时间没有联系了。所有想要一个吴飞的电话，天下的母亲可能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早些成家。郑青也不例外。吴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谈恋爱了，而这送上门的女同学说不定就是缘分来了。于是便将吴飞的电话告知了警花。拿到电话后，民警通过某信搜索后，发现照片和2代身份证上的照片所匹配，正是吴飞无疑。于是民警伪装成了女孩子的身份，加上了吴飞这20多岁的男孩子，在一声声哥哥之下，这谁不迷糊，割谁谁陶醉。不久之后，吴飞便完全信任了这个仰慕他的迷妹，并且告知了他常去的网吧。随后，警方便在网吧以暂住证未及时更新为由，将他请到了派出所，进行了网友见面会。但此时的吴飞见识自己老家的民警时，却是稍显紧张，但是却并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消息。不过就在半小时以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民警非常吃惊：“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父亲被我杀了。”吴飞说道：“2011年前夕，家里就只有他和父母。当时吴自军因为一些琐事便殴打母亲郑青，看不下去母亲被殴打，于是便上前将父亲推倒后，将其掐死，埋在了家里的地底。”但面对吴飞的阐述，警方却发现有很多的漏洞。吴飞的身高只有166厘米左右，并且比较消瘦，而吴自军则是172厘米，身体也很好。农民出身的他，
上山打鸟，下河逮鱼，那是家常便饭，并且只有40多岁的年龄。按照吴飞所说的自己一个人将父亲杀害的话，这非常不合理。但不久后，警方再次收到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就在几天后，吴飞的母亲郑清找到了鱼沟派出所的民警，并且告知吴自军是被他一个人杀死，并且掩埋在地下，和儿子吴飞没有任何的关系。看着相互为对方开脱的母子二人，警方已经有了猜测，那就是两人说的都不对。吴自军的死亡很可能便是母子二人所为。不出所料，在之后的审讯中，母子二人交代吴自军正是母子二人联手杀害。至此，吴自军的消失也终于真相大白。但让人奇怪的是，警方挖出吴自军的尸体时，村民却是拍手叫好，就连母亲都说他一点不心疼。这又是为什么呢？2013年5月，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一荒废了多年的民房内，一挖掘机正在不断的作业。挖机挖了一段时间后，民警又开始徒手进行挖掘。没过多久，竟然出现了一具人体尸骸。没错，这就是吴自军的尸体。最先出现的是一只脚。此时的挖掘现场早已围满了村民。其中一位老妇人的情绪非常激动。根据村民的介绍，这位老妇人便是吴自军的母亲。但是吴自军母亲的话却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你死了，我一点都不疼，尸体挖出来，我就给你放棺材里，我恨死他了。而村民则是认为死有余辜，这个人不死的话不得了。他死了，可以说是万人叫好，为民除害，安定一方。那这背后到底又有怎样的缘由呢？淮安市看守所内，郑清此时却是情绪非常激动。挖出丈夫尸骸时，41岁，看起来老实本分的她，又为何会对丈夫下此毒手呢？郑清说道：“心里真的很难，不忍心将他憋死。但是都是他逼我们的，没有办法。年轻的时候，家里给他介绍过很多对象，但是他都没有看上眼。一次集体看电影的时候，遇到了吴自军。当时的郑清年轻漂亮，而吴自军也年轻帅气。郑清觉得找一个帅气一点的男朋友，带出去也比较有面，脸上也有光。郑清的家人则是觉得吴自军的江湖气息太重，于是便反对两人交往。但郑清没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选择和吴自军在一起，甚至还和吴自军私奔。但很快，郑清便啪啪打脸，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后悔，因为吴自军开始对郑清打骂。此时，郑清也意识到自己的选择错误，很想讨回家去。但是私奔的他又觉得这样跑回家的话会非常没有面子，甚至沦为别人的笑柄。而吴自军的威胁也是他没有选择离开的原因。吴自军威胁郑清：你不和我在一起可以，那我就去买一些柴油，将你们一家全部烧了，看你觉得值不值得。因为你一个人把你一家全部杀死。之后，郑清选择了放弃逃跑，并且先后为吴自军生下了一个女儿和儿子。本以为吴自军会有所改变，但没想到的却是，这完全是郑清自己的妄想。吴自军是个极度自私的人，他只会在意自己，也只会喜欢自己，从来不会在意别人，也不会喜欢别人。哪怕是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他非常喜欢喝酒，只要有钱就行。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吴自军根本没有履行一点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哪怕是怀孕和坐月子期间，郑清都要承受吴自军的殴打，而这漫长的折磨
也差点让郑清选择自杀，但看到自己小孩，又下不去手。吴自军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哥哥，3个弟弟。吴自军初2辍学以后，便没有再上学，也没有找工作。而吴自军的母亲则是觉得吴自军变坏与当时家里的情况有关。他出去玩的时候，吴自军母亲也管不过来，而他不在家，和母亲胡搅蛮缠，这也让母亲有更多的时间去干活，养活一家老小。53岁的大哥告诉民警，吴自军隔3差5便会找到他要钱，不给他的话，连大哥一起揍，并且将口里的假牙拆除，告知满口的牙齿就是被吴自军给打掉的。40出头的3弟现在和母亲住在一起，而吴自军则是直接把墙给推倒，然后跑进去无理取闹，和家人没事就吵。村里的村民更是没有人能幸免。村里的会计和村干部去他家收相关费用时，拉着一条大狼狗，还准备了一把斧头。人一去，直接放狗咬人，拿着斧头就乱劈，甚至喝点酒后，让村民在路边跪了几个小时。吴自军的这些所作所为，让村里的人都非常的气愤。但为了自身的安全和息事宁人的态度，村民并没有选择报警。相对比之下，对村民的折磨不堪一提，对自己的妻儿觉得是只有变态才能干出的事。他半夜3更就像变态一样，冬天不让他穿衣服，做饭给他吃他不吃，反而把郑清撵出家门，或者就是将郑清半夜拉到坟地，让他跪在那里。看着郑清害怕的样子，吴自军却是自顾自的大笑。虽然郑清早就遭遇了非常人的折磨，但这么些年，为了孩子，他一直在咬牙忍耐。他想的是，女儿和儿子结婚以后，他自己找个地方自己了结了。但郑清的儿女在吴自军的阴影下成长，过得也非常艰难，甚至带来非常大的心理创伤。26岁的吴飞看起来非常斯文瘦小，本科文凭，看他的形象很难跟杀人串联在一起。而根据吴飞所述，小学上学回家2、3天就要被吴自军打一次。为了躲避吴自军的殴打，回家的路上总是会稍微磨蹭一些。家对他来说是恐惧的，他并不想回去。而和吴飞一样的姐姐吴清也有非常痛苦的童年，也害怕吴自军。吴自军就不是一个父亲，而是来自地狱的恶魔，受不了吴自军的暴力。小学毕业后，姐姐吴清便外出打工，而性格稍显温和一点的吴飞则是继续念书。直到吴飞上了高中，姐姐吴清回家还是避免不了吴自军的殴打。看着不断被殴打的姐姐，吴飞非常气愤。第一次和吴自军殴打起来，18岁的吴清面对这样的绝望，曾2次用刀片割开自己的手腕。不过幸运的是，被母亲及时发现，得以治疗。甚至有一次直接将郑清的眼睛打瞎。吴清也曾劝说母亲离开吴自军，但郑清却仿佛放不下。心软的她觉得，不管吴自军再怎样混蛋，那也是她的老公。把吴自军一个人丢家里，她放心不下。因为吴自军不是在打架，就是在打架的路上。看着被打伤的吴自军，郑清隐隐心疼。吴飞则是说道，知道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家里的问题，但他并不想采取，不想看到吴自军去坐牢。40多岁，身体也不好，吴自军干的这些混蛋事肯定会被特殊照顾，如果坐牢的话，肯定也是受累。或许正是郑清和吴飞2人一味地对吴自军体谅，也让吴自军越发的有恃无恐。2011年春节前一天，
吴自军因为一点琐事，便开始殴打郑清。看不下去的吴妃上去帮忙，但却被吴自军呵斥。气不过的吴妃便准备离家出走，而母亲郑清见状，则是追赶出去劝说吴妃。但吴妃回家后，又故意找茬，开始谩骂郑清。郑清的手机被吴自军摔了，吴自军却是说打郑清的电话打不通，吴自军则是说我就是故意的，然后便让郑清在草里找手机卡，而找不到电话卡的郑清，则是又遭受了吴自军的殴打。实在看不下去的吴妃，便借吴自军上厕所的间隙尾随了出去，推了一下吴自军，之后他便摔倒了。而摔倒在地的吴自军，则依旧是在骂骂咧咧，起身便准备殴打吴妃。吴自军已经喝了很多酒，动作也非常缓慢，被吴妃轻易地躲避过去，并顺手再次推了一下吴自军。吴自军再次摔倒在地，而恰巧吴妃看到了一旁有一根非常细的电线，便捡了起来，顺手便将电线缠在了吴自军的脖子上。当时的吴妃并没有想真的杀死吴自军，只是想吓一吓他。吴自军见状，则是说道：“松手，不松手的话，我起来就把你弄死。”听到这个话的吴妃，或许是真的上头了，再或许是这么多年的虐待和殴打的情绪一下爆发，瞬间失去了理智，而感觉到自己力气不够的吴妃，便叫了母亲郑清前来帮忙。随后两人合力之下，吴自军被勒死。于是两人将吴自军掩埋，但案发后，两人并没有选择自首，觉得这个事情只有他们母子二人知道，心存侥幸心理，而母亲肯定也不会害他，觉得能瞒几年是几年，说不定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母亲郑清则是觉得母子两人也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报警最终也会被逮捕。吴自军的死亡迟早都会被发现，那即使他过了一天舒服的日子，那他也是一个大活人。而吴自军死后，家里的条件也逐渐改善，凭借自己的劳动，郑清购买了家里的第一台电器，装上了太阳能板，日子也逐渐舒适起来。但这2年多，两人心里却并不舒坦。吴妃说道：“如果我有一个好父亲的话，我们一家4口肯定是会很幸福的。”2013年5月，伴随案件告破，亲属也知道了吴自军的死讯，而吴自军的大哥则是说到他死有余辜，三弟则是说道：“自作孽不可活。”女儿则是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没有为他伤心过一次。吴自军的母亲则是说道：“尸体被挖出来的时候，我一滴眼泪都没有，只是看到自己的孙子后，我腿就站不住了，我就心疼孙子，心疼那娘俩。不仅如此，村里的很多人都和吴自军母亲一样，为吴妃、郑清两人感到惋惜，并且集体写下了请愿书，希望能对母子二人从轻发落。而负责该起案件的检察官心情也非常复杂，一方面是检察官他必须严格执行依法办理，而另一方面作为普通人的他对母子的遭遇则是深表同情。最终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吴妃判处有期徒刑7年，郑清判处有期徒刑4年，缓刑2年。对于这个判罚，当时还有很多喷子认为检察官没有依法从重处理。键盘侠们觉得，虽然吴妃情有可原，但杀人只判7年实属没依法办事。法律无情，但人有情。如若自己亲身体会到家庭暴力的恐惧，或许就能理解吴妃的冲动。但吴妃的举动并不可取。当受暴者面临家庭暴力时，需保持冷静，
不要直接顶撞与刺激施暴者，必要时向施暴者求饶，缓解施暴者的情绪，避免遭到施暴者进一步的报复。被家暴时，需注意保护自己的头、颈、胸腹等重要部位，免受严重伤害。事后可以将那些伤痕及淤青拍摄下来，作为证据，及时寻求法律援助，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希望所有读者都能慎终如始，警钟长鸣。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